喂，大家好，我是 Q 猫。好啊，相信大家除了看到标题，这次啊 Q 猫就先做一个短的哦，大家应该是想要看详细一点呐吼，不要瞎掰好吗？还是想看 Q 猫用力压蛋，并没有。哦，那也是一样，谢谢各位来看这一次的影片。那我们这次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对，没错，是新的耗材公司，它叫 TBRM 啊 ，TBRM 在这边，他们的正确名称在这一段，好不好？来，请我们的 Google 小姐来一段，好，请她。Tactical Barracks and Raid Marksman。他们是主要是一群人哦聚集在一起，也算是一个团队。你看团队还可以自己出 BB 弹啊，他们就是是一个团队，然后大家呢是比较喜欢去做一些类似像战术的动作啦，哦，当然是指我们游戏面上的，他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精准的去射击，达到他们的目标。那当然了，他们最主要认为，BB 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毕竟是发射物嘛，啊，当然就把它做精准来。那当然了，最有趣的是那位帅哥，给大家看一小段。来，恭喜啦，恭喜啦！好，就是他。大家一定看过他如果你有看我 ABM 的比赛啊，就是上一回冠军的那一队。那帅哥，我西回我唔知。这个帅哥呢很有趣，最主要他自己本身是个老师哦，老师真的是个老师啊。当然了，他有关于一些医疗的一些背景。那会不会觉得怎么差那么远呢？但没有办法，他就是基于对生存游戏的热爱，然后呢，他就找一些好朋友跟他对一些原料的一些特色来做这一次的 BB 弹。然后他们这次的 BB 弹呢非常有趣大家可以看到 QMO 目前有4包那现在呢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画面。好了，大家可以看到从另外一个画面呢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封面TBRM。那他们自己本身呢有个赖群那他们这个呢其实会往日本那边发展，所以他们写上一些日本的介绍在上面。然后他看到它的弹重没有.2、.25、.28、.3，然后下面的这个呢，就是 bio 的，就是他们是可分解的。待会等一下再解释一下他们的用料。你看他们的环保弹呢，你看有.3的、.32、.36，还有.4，蛮有趣的。他们做这样子，他们做这个袋子，而且是他们这个是撕开，不好意思都被我开过了，好不好？它的是可以打开，那你不用还可以再封起来。这个袋子食品用的还不便宜，好不好？好，那我们换另外一个画面。大家刚才看到呢 ，TBRM 的弹呢，就稍微知道其实他们弹重蛮多的。那 QMO 的手上拿的他们有贴贴纸，就是完全就是都是环保的，我拿他们环保的来用。那接下来呢 ，QMO 当然也要对他们家的弹呢做一系列属于自己 QMO 的一些测试。相信大家有看过之前 QMO 在按 BB 弹的影片了，然后我们当然也要测试一下啊，当然呢也要称个重。QMO 就把它分别倒在前面这4个容器上面，比较方便了，好不好？我们从最轻的开始。好了，大家可以看QMO 把子弹倒完了分别是.3、.32、.36，还有.4。那大家可以可能画面上远一点，你会觉得灯打起来了，这个弹的颜色呢，其实它是有点偏。有点土色吧，我觉得有点偏土褐色，有点像灰的，像卡其色的颜色，泥色吧。那待会呢，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是怎么样，真的有稍微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画面。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3、.32、.36跟.4。那.4是比较明显，大家可以看我拿一个最近的起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其实一点一点的，那就是它的矿物质，很有趣。好，我们把它放回去。那待会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有第2支镜头的协助呢 ，QMO 会做之前我都会做的一些测试啊，对不对？压啊，然后看它的2颗、3颗的重量状态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看它的偏差值有没有很多。当然这一部影片呢也会有实际测试的状态。好了，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呢，来。这个画面，第一个，我们这个是.3的。老实讲，他们的弹有个特色，很硬，很硬，很硬，都硬。不要给大家看，真的硬啊！因为我事先有压过了。好，真的蛮硬的，他们的弹真的蛮硬的。这是.3的部分，好不好？这已经是超出我平常，这已经超出我平常在压其他 BB 弹的力道了。好，那我们事不宜迟，
赶快压点2，看看每个是不是都很硬啊，好不好？大家记得这是环保蛋哦，其实他们是有混料的。好，一样，这是点32。好，其实他们夹完之后，因为其实力道大到一定程度是会，但是他们并不是碎得很碎，他们还是有一大块的东西在上面。不过毕竟啊，这是真的超出一般的力道了，好不好？点32再加1颗，哦，给它吸氧，那还在叮啊！来，再加1颗，好，好，你看还有一些还在 Kimo 手上 ，OK， 好。啊，点36，我们要压过去看有没有，搞不好真的就有帮我压到不硬的了。但其实我都压过了。好，点36。靠背。好，我们再压一颗。我们再压一颗。来，我们再压一颗。油厚，不过他们还真的是 hold 在原本的状态，基本上真的很硬。好，我们这时候呢，我们试一下它的点4，好，来点4，我的手都红伊啊！好，点4，他们点4，只有裂开而已啊。加到点4料应该不太一样。点4出乎意料的，它更具有弹性一点。你可以看到，大家看到，它蛋其实形状都还在。OK，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试到这里，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你看我的手，它真的很硬。那不过我们接下来的重点还是要看我们的重量，好不好？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点。来，我们先看点3的，这点3，点31，好，我们再下1颗，点3，好，我们再看下1颗，好，再来。点29，啊，推掉。Kimo 有汤少啊。点30，点29。好，可以大家看到，其实它的蛋还蛮准的啦。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点32。点32，点31，拨到旁边，再看一下。点33，点32，点33。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点36的蛋，我们来看一下点36。点36，点37，我们再看一下，点35，点36，基本上都是多余一点点的。我觉得这有个好处，待会我们再来谈一下它的蛋重。我觉得他们这样蛋重设计还蛮有趣的。点36 ，OK， 好，我们测了4、5颗。接下来呢，点4。Kimo 是觉得其实点36、点4、点3，基本上是以后很多我们玩GBB 啊，其实是一个主流的蛋重。当然啦，还是有一些，例如说撒蛋流派的啊，那当然就是点2啊，点25其实就够用了。那但是由于如果我们想要希望能够射程比较远，那当然重一点的蛋是一定有加分的，好不好？点4。来，我们看2个，我发现他们点4做得很稳呢。
其实基本上 BB 弹啊有个正负值，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它的点是哦，你看来出现一颗多一点的，有一 QMO 这个它可能不是差0.01，而是差0.0多少，它会自己进位 ，OK？ 因为我的位数没有那么多。未来啦，有机会啦，我们如果有更精良的器具，我们一样会拿出来给大家看哦。像现在就是比较多，就是看 QMO 用手电啦，用磅秤这样子下去磅啦，这样子。那未来如果有更精密的器材，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看实在的东西。好，那我们从另外这个画面呢，我们已经有看到了，它 BB 弹的弹重是这样，其实基本上来说，真的没有跑掉很多。好，那我们硬度呢 ，QMO 压给大家看的，那弹重呢也测给大家看的，那怎么样呢？感想？那 QMO 放在最后来讲。那接下来应该有蛮多人想要知道，既然我们刚才有看到它的弹是长像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颜色的弹到底是怎么样呢？依他们官方来说，其实他们的弹啊，在日本那边已经有使用者觉得，虽然说它的弹不是那么的白，末端弹道呢其实会有隐匿的效果哦。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或者是末端弹道会比较不容易看到？那 QMO 当然是到了野外去测试啦。那事不宜迟，就跟着 QMO 一起到野外吧，走！喂，大家看到了，我们一瞬间就从摄影棚跑在这里了。好了，拜托了，让我演一下，好不好？剪接。那这一次我们在摄影棚内已经有替大家介绍这个 TBRM 的 BB 弹了。那现在最主要呢 ，QMO 来到室外呢，我们来试一下由于他们的弹呢是环保弹，所以他们的弹的颜色，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照片，官方照片是像这样子。其实略偏有点土色，然后它的弹呢中间有一点杂质。那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就来户外，我们试试看打，看它出去到末端的效果。就是说我们看，因为 BB 弹有时候我们打是看它的弹道，那平常大家比较多用的就是白色的弹。那像这一种呢，它的颜色可能再深一点的弹呢，我们来看看它打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实际让大家来看一下效果。OK， 好，那接下来等一下呢 ，QMO 除了用自己的 GBZ 之外呢，当然还有我的好朋友等一下可以借 QMO 这边有电枪也有狙击枪，我们都可以来打看。那边有一个靶，40米。那我们来打看，甚至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最后面有一个那个溜冰场，后面其实有一个蛮不错的对比的状况，我们可以打看它看起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好了，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实际呢来试试看那待会等一下呢，我们就实际来试试看。那弹呢 ，QMO 已经填好了，那我们直接就来打，好不好？来 ，QMO 这把枪哈普还没调好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打往后方比较有深色、黑色的对比部分，我们往那个方向打。那刚才大家看到了实际上 QMO 的 Hopper 压得有点重，所以往上跑。今天真的天气比较热。但我们看它是一发跟着一发。我们先不要讨论 QMO 弹道有没有调好啦，好不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可以看到 QMO 说实在的，自己本身来说，在黑色有对比强烈的状况下，我是看得到它的飞行轨迹跟弹道。那当然我们有主摄影机这个部分。那我个人是认为，今天后面的对比要有一定的深度那看起来就比较清楚。那像刚才我在看钢铁军那个部分的话，它旁边有一些浅绿色的草，那基本上来说是有一点看不太清楚，因为 BB 弹本身就小，射速也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请我的好朋友，我们用一下他们的点3弹，然后用电枪打看看是怎么样，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来，接下来呢，我就麻烦我的好朋友阿涵，那他现在用的呢是电枪，你这个出手多少啊？120左右的出速，那里面呢目前是点3的弹，TBRM 的弹，那我们让它试试看打单发跟连发出来的效果。好，那我们先第一个目标来上弹，我们先打钢铁军。有吗？好，那有放大吗？好，那再来，接下来用连发开钢铁军。
好 ，OK， 那再接下来呢，我们就往后面的溜冰场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先打单发。来，再来。那边的落点差不多50-60左右了嘛，对不对？好，50-60。好，麻烦连发。好，再来。好 ，OK， 好，哎，麻烦我们把镜头调回来。呵，阿涵。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才 GBB 的部分，因为 GBB 我的出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它比较往后跑，我 hop 压比较重。那阿涵的电箱是已经调好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事实上来说都是可见的嘛，对不对？但其实依你的感觉，你第一个打钢铁军靶的时候，你觉得看起来状况是怎么样？还是没有白色的明显啊，可是基本上轨迹还是看得到。基本上轨迹，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毕竟钢铁军跟旁边有比较其他的杂的弹射。所以它就会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是啊。对。那但是其实，在远端的时候，基本上来说，你看它的弹道其实还是蛮清楚的嘛。对啊，蛮清楚的。OK，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还是有落差，但是还不至于说会影响到大家的使用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要去习惯啊，对不对？要习惯一下它的颜色，因为这点不一样。理解。好了，那待会等一下呢，我会抓个帅哥，我们用狙击枪的，用点4打狙击枪拉1打1的，我们来试试看。好，让我找下一位受害者。让我在现场抓到一个帅哥，我跟你讲，这个帅哥是我直接抓来的。这把是拉1打1的空气枪嘛，对不对？瓦斯的。对。那它基本上它的出速是多少？115那边。115那边。好，没关系，基本上也是拉1打1。等一下，请我们的帅哥一样。我们先打钢铁军，然后我们再射击后方远方的部分。好，那麻烦帅哥，你先对钢铁军先打，然后再来。好 ，OK， 好，来，帅哥来开后面远的地方。来，明天再来。那今天有点右风偏，来，再来几发。来，好 ，OK， 好，来。OK， 其实我们实际上来说，看到这种拉1打1的部分，因为它一发跟一发的间距有点大，所以真的啦，大家会比较有注意力去看弹道。那基本上我们当然是要问使用者，帅哥你自己这样子看的话，跟你平常用弹，它的颜色虽然深一点，你刚才在打钢铁军跟远方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我是感觉它弹道好像比较迟一点，比较稳定一点啦，相较起来啦。哦，真的？对，我原本是打点4的弹啦。都可能是出速问题，但是你就以视觉上这样子去看它的颜色，对你来说有没有很困扰？是还好，还好，对不对？那一开始打钢铁军比较清楚，还是在打后面黑色的时候比较清楚？都还蛮清楚的，都还蛮清楚的。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一种拉1打1，它每一发的状态都差不多的枪上面，其实它的弹道是更清晰可见的。OK， 帅哥，谢谢。得奖。好了。那今天哦 ，Qmo 就抓了电枪，也抓了一支拉1打1的，算是瓦斯，对不起。那有机会未来呢，TBRN 这边呢，他还会跟我这边做一些联动，那我们也会继续去介绍这个 PP 弹。那当然，待会等一下呢 ，Qmo 跳一下，一样回到摄影棚，然后跟大家讲述一下它这个 TBRN PP 弹它的一些价格我还没讲嘛，对不对？还有一些最终我自己对它的一些感想。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镜头换回去吧。好了，大家有看到野外的表现啦、那 Qmo 呢也从野外直接就跳回来了，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剪辑技术，其实真的很痛苦啊。OK，Anyway，、那 Qmo 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呢，那个 TBRN 他们的一些细节。基本上他们每包都是800克，800克不是1公斤，800克。但他们的价位呢，也是真的是蛮佛的。那是怎么样呢？下面会有连结，那 Qmo 呢，先给大家一张大概的图在这里，好不好？扫略过去。如果你真的想要呢，去看一下，基本上他们点4是蛮划算的。那环保弹的话呢，也这个价格是真的蛮佛心的。那当然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最终啊 ，Qmo 就要说 Qmo 对这个弹的一个感想、优缺，好不好？毕竟嘛，东西不可能100%拢好诶。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真的硬，真的硬，硬到让我觉得。那硬的弹会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老实坦白讲，硬的弹比较不会变形，真的比较不会变形。我觉得这是硬弹的好处，只不过可能有些人的枪击、塑胶枪击，甚至毒蛇枪击，搞不好都有可能会受不了。往后 Qmo 会继续测试，测试完之后还是会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真的是优点。
第二就是老实讲，它的价格真的啦，我跟你讲，在市面上算来就是真的有价格有便宜到，真的是一个大优势。再来环保嘛，环保意识抬头，环保意识抬头，那他们又提供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材质，我觉得真的不错，蛮有趣的。那再来，QMO 就要说到它的缺点了。老实坦白讲，对。真的到末端的时候 ，QMO 是真的看得比较不清楚，所以如果反推嘛，可能有人站在那边，那天因为我想站在那边的，可是好热啊，基本上来说，是不是有隐匿的效果，是不是比较不好躲？未来有机会还会实际下场，就是直接去跟人家对打给大家看。那关于它打出来的弹道，比较多人应该都会觉得说，这个颜色的弹对比颜色不够，会不会觉得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野外的测试影片中呢，我们如果打的是电枪，那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完全那个轨迹都是清晰可见。不过呢，在 GVB 你会发觉，他家的弹如果是在比较周遭是比较颜色比较杂一点的地方的话，它是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的。不过这当然对每个人的眼睛啊。好坏不一样，我个人的使用感觉是这样子。不过今天是不是今天很白的弹周遭太多杂讯或者是太多杂的颜色也会这样子呢？也许QMO 这次是特别为了它去做这个测试。如果未来如果有机会真的是多拿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弹，我们来试试看。对，那大家可以看到即便它打到了那个靶再过去，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到弹道。虽然说在末端是有点不好看的，但是我觉得那是 QMO 的眼睛问题。那前面那边比较容易受到周遭的颜色，让你比较看不到东西。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会觉得对我啦，也会比较吃力一点。所以我在这边会给他少少的扣个分，是这样，这是他的缺点。那当然啊，它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为什么大家还不知道呢？其实他们是真的是一个少量推啦。他们帅哥也真的很含蓄，也没有就是希望把所有的费用就是能够拿来优惠给。玩家，那当然在 TBR 他们还有一点非常的，我觉得很 nice， 这个是我要特别讲，这个是独立在优缺点外，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卖这个 BB 弹来说，他们的一部分所得，他们是会捐给就是比较低收入户的儿童，我觉得他们这一点真的很棒哦，他们以后会把那个单据会拿出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真的是一群。当然都出社会了，一群大男生，一群大男孩，然后喜欢玩这个，然后做了一些自己觉得好用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好用的东西，然后有赚到的钱去帮助一些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所以像 QMO 真的，老实坦白讲，这些弹 QMO 卡里贝，这都我卡里开一集，我觉得他要给我觉得不要的，这真的是我自己花的钱。那当然是除了他们能够收回成本赚点钱之外，也希望QMO 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些分润也可以为那些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或者是为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能够帮到我们一点小忙，真的是这样子。好了 ，QMO 今天讲到最后如果呢你看了这部影片，觉得有用到，觉得还开心，帮 QMO 按赞订阅，记得小铃铛。好不好？那当然啦 ，ABN 最近的比赛呢也要开始了，要记得关注一下ABN 也会有新的比赛介绍，好不好？QMO最近要复活啦，好不好？这是完整的影片。那当然你要看短的影片呢，我们有另外一部短的影片给大家，就专门看重点。好了，那 QMO 今天就说到这里喽，拜拜。